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，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哎，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。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不送。哎，华家的账册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操，差他个底儿朝天！哎，王小夏。哎。走啊！杨金兰，我砍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啊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缴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，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
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。那这批丝去哪儿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没错。哼，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的天津僧狗的吗？接应。杨景仁，你看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够爪子乖乖？乖乖乖。果然啊，我穿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没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得益州锦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杨警官，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了，还没开口说呢。我曾听人说啊，这人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花掌柜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民女昭，民女贪财，
又记得金英的才华，所以故意捏着季家的债务，想借此打压季家。陷害季耀庭也是民女部的局，为的是逼金英放弃赵家老太爷的推举机会，好收下季家做母府。后来季英染出了心色，民女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民女知道错了，求杨警官看在金英并无大碍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吧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原来他当真是身不由己了。除了买凶杀人，可还有别的罪行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你在浣花溪做了那么多事，背后是谁在给你撑腰？都是民女自己在生意上有图谋。那你用着玉皇丝，是要图谋什么？这丝，你是想在山上给自己织一件龙袍吗？我只是负责把这丝线送到北岭口的山洞后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民女只是被逼着做生意，其他的是谁在逼着你？不说。你是觉得逼你的人会来救你，还是指望花小龙回来救你啊？亦或是因为花小龙那个人不得不来救你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？有。釜底抽薪，你我之间走一个人。如果我走了，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你留下来一定活不了。但若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他投鼠忌器，至少会留我一条命，甚至捞我出来。花香容，你在外面，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给花掌柜再加2个火盘，把这里照得再亮一些。锣，给我敲得勤快点。说的可信吗？即便有诈，也得有真，要不然怎么能诈到我？你这是以我自焚啊！放心吧，烧不到你。如今咱们手上没有其他线索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试上一试。先让暗卫去他说的那地方附近搜查一番，如有异常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过去。